Hello，大家好，我是 Nancy。今天呢，我们来做一期北达拉斯的房产投资的简单的分析。那因为经常会有朋友问我，我还要不要在达拉斯投资房产，就是指的这种小房子？那我一直不想做，是因为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还有知识储备不一样，然后过往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就是确实没有一个普适的。然后每一个只能说是不是适合你。那我今天呢，但是因为总被问嘛，所以还要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是机构投资出身，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投资房产其实就是个数字，不能像买自住房，买自住房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你的那个 emotional 在里面，那投资房产的时候要非常冷静，数字说话。那投资房地产呢，它其实主要是有几点吧，就是好处是抗通胀，有现金流，还有可能有升值，然后还合理避税。避税这个东西很重要，咨询会计师，然后抗通胀大伙儿也都基本清楚。那我们主要是通过现金流还有升值来讲我们达拉斯这一块儿，因为既然已经问到我就是投资达拉斯房产，就说明这样的朋友呢，他是已经在这种状态了，然后所以他在跟或者是其他产品比起，因为投资不是只有房地产，所以你也是通过这种分析来看看你是不是有更好的其他的选择，或者说你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有一点呢，是跟达拉斯还有跟其他地区，比如说奥斯汀啊、Houston 呢，或者是德州以外的城市，所以这些都是要数据来说话，不能说一拍脑袋就决定投在哪儿。那我现在能提供给你的是咱们北达拉斯的数据，所以如果你要是想 Apple by Apple 的比较，那你到别的地方也需要想跟我们达拉斯来比的时候，也要跟人家要到相应的数据，你才能做比较客观的吧，客观的适合你的决策。好，那我现在先来分享一下，分享这个 screen 啊，这是我做的，一会儿再看上面那部分。那现在说就是租售比，以前呢就是比较有名的租售比是1%法则，就是你 purchase price 就是买的价格是，比如说40万，然后呢，你的就是按道理说是应该是4000每个月的租金，这就是大伙儿比较理想的一个长租的租售比。那现在在我们北达拉斯地区呢，说句实话，只有是0.5%到0.6%。我去年见过一个0.7%的，所以像这种就是当时那个客户出手非常及时啊，就是给他推荐，他立刻就出手了。但是这种是偶尔出现，不是很常见的0.7%，所以你基本上是按照0.5到0.6，就是说40万买的房子，2000到2400块钱是很典型的收益。这是一个常规的，有可能是出了这个范围，我指的是大部分。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地区 property tax 也是必须要考虑的。比较典型的是1.6到2.8百分比，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其实1.6，现在想想，大部分作为投资房产，是比较难拿到的，它只能是在 Frisco 地区吧。那很多地区呢，就是投资房产，因为你有一些是要到新区，那新区呢，它就有很多什么，就是建设税啊，就是其他的税放在一起，它除了房产税还有其他的，所以如果我们都按照 tax 来算，那你有可能就要交到二点八，这个是我最近见到的有到2.8的。然后现在的现金流回报，就是如果你用现金买房40万，你大概的回报呢，就是纯现金部分、租金部分的回报呢是3%到4%，就是扣除了七七八八的开销。所以这是这几个从现金回报。那下面就要看升值了，因为我说心里话，以前我在机构的时候，我们做的分析里是没有对升值这一块儿做考量的，因为几乎没有人能预测未来。那我呢，只能给大伙儿提供一下我们系统里的数据。那我现在给你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系统里的数据呢，最大的呢，就是从03年1月一直到现在是21年半，是03年，现在到24年啊。那我们看一下，我选择了几个，就是 Collin County 是咱们就是北边现在北达拉斯发展最快的，其中包括 Frisco 啊、Plano、Allen、McKinney，然后 Melissa，还有Anna、Princeton 都在里面。
然后我又选了几个城市 Frisco、Aubrey、Princeton。然后看一眼 Frisco 是咱们这边的明星城市啊，然后 Aubrey 呢现在是也挺新兴的，Princeton 呢是算是历史悠久的被投资人青睐的城市。现在我觉得投资房有点多。那我们看一下这几组数据啊，我抓了，你看从03年的数据啊，看一眼啊这几个数，然后呢到19年基本上是翻倍了，19年1月啊，然后呢再到现在。好，那这些数呢，我们要回到我的 spreadsheet 来具体分析。那你看一下，就是 Collin County，在最早的03年1月底的时候是17万，Frisco 是18.7万，Aubrey 14.3万，然后 Princeton 是那会儿才8.7万，将近8.8万啊。那到2019年1月，它一共增加了16年啊，一共16年，然后增加了97%。然后Collin County、Frisco 增加的117%，Aubrey 81%，然后平斯顿149%。所以你看 Princeton 在那会儿，如果你要是买的比较早，真的是很划算。那 annual increase 就是每年的是 Collin County 6%，Frisco 7%，Aubrey 涨了5%，平斯顿涨了9%。这是在前面那16年啊。那我们再看最新的，从19年到24年，就是最新的数据比，现在相当于又过了5.5年，那增加的百分比呢是，你看 Collin 涨了99%，Frisco 和 Aubrey 分别涨了118%，所以这5年 Aubrey 涨得很猛，平斯顿这5年就下来了91%。那所以每年的成长呢，过去5年因为它通胀也很严重，然后又有很多我们达拉斯现在已经成为吸引全国人民的一个就是人口流入大城市吧，所以呢，它确实成长的很快。过去5.5年18%，Collin County，然后 Frisco 是21%，Frisco 和 Aubrey 都是21%，平斯顿是17%。那一共呢，就是因为我们北达拉斯是非常新的，所以数据库里它就给到21.5年。那21.5年就是咱们看一眼年平均，就是一共呢增长是 Collin County 一共增长了192%，相当于将近翻了3倍。那 Frisco 呢是271%，翻了接近4倍了。Aubrey 是196%，那平斯顿是275%，所以年平均增长是9，Collin County，然后 Frisco 是13，那它是明星嘛 ，Aubrey 是9，然后平斯顿是13%，所以这就是过去，就是因为我做的是一个简单的我做的是一个简单的 annual return 啊，我没有做那个 compounding 的那个，算起来要麻烦一些，咱们就是一个粗算。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到底要不要在我们达拉斯投资，我未来的升值我确实是不愿意预测。那我们只能是通过过去，过去不代表未来，但是过去给你一些大致的picture。我刚才给的数据都是那种非常好的，没有太多维修的。如果你有维修，这些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了，这个是在各个地方都会有这个问题。好，谢谢收看。